像树根一样的东西用来炖排骨，竟然还美味无穷。这是我自驾旅行湖北的路上，来到天然氧吧恩施。故事的开始呢是这样的，我收到一条粉丝的消息说，在这一带有一处世外桃源般的村落，而且只能徒步1-2个小时才能抵达。当我翻山越岭来到此地后啊，就连越野车都无法继续往里走。在我迷茫之际，遇到了在路边挖树根的大爷，让我吃上了一顿不一样的美食。我们要到的那个村子啊，就在前面，但是这个路感觉开不过去了呀。哎，有人在挖什么东西？哎，叔，你要挖啥子哦？挖果啊！挖果啊？都是那个树根吗？这个顶的就是果根。哦，我问你还，那边过去那个路还走得到不？龙门过肯定走得到，龙门过肯定就1-2户人家就走不通的。走不通了啊！你往哪去啊？遵义过来的。做么事啊？我过来耍。我下去看下来。我还以为你在挖树根呢。挖果的。你给我挖好久啊？要1个小时。挖1个小时？哎。都是那个根呐？啊，对。我以为这个是树根，没想到是葛根。分地形说话。哦。它如果是地形好的话，没得这个树根的话呢，就找几10分钟。有好多斤呢？挖起来大概有？这个挖起来5斤左右吗？5斤左右。10斤。挖了拿去卖吗？高平它专门有一个加工厂收这个果。哦，那个可以直接吃啊？哎，这就可以吃。开始嚼呢，它就有点苦；你最后嚼去嚼呢，它就要回味了，还有就口不干的。哦，就有点甜哈。哎，它就有点甜的。哎，我尝一点呢。那我要挖起来的，你才上得到。哦，好。那这还不行。肯定很多人和我一样啊，以为葛根就是树根。实际上，葛根是豆科植物，主要品种呢有柴葛和粉葛。柴葛就是大爷挖的这种，属于野生葛根。只是没想到啊，这玩意儿居然还能挖来卖。这要是丢路边啊，估计屏幕前的各位啊，就以为是树根。你挖好多年了？那我挖20多年的嘞。20多年啊？嚯！你们那边专门是都在挖那个卖吗？一般年纪轻的呢，他不爱搞这些。不爱搞那些。哎，他不爱搞这，因为他不好挖嘛。哦。你那个一天挖得到好多要说？它山坡陡哎，好挖一点呢，就一天呢就还可以挖100公斤。一天挖100公斤。但是山势不好啊，树根多大呀？那就没得搞大。哦。那你一天都可能搞大，你还1斤都挖不到，都不稀奇。哦，那你这个1斤卖好多钱呢？那现在1块钱吧。1斤1块钱。那你一年挖得好多斤了？哎，年纪大大搞田里的事啊，又那不活啊，我这么一天这么在山里这么找一活玩一活啊，这么见到这么挖得好玩，这么开心的。哦，这样子。那边进去里面是不是有个地方走路啊？它可以。那边走不通的，这些好多人户都搬到小城去了，这都是荒地，走不通的。里面那个村子它没得人的呀？没得人的。我想听到下面有猪叫了，这是有人在杀猪吗？你们那两天应该是也在搞杀猪饭那些了哈？那都是杀年猪的。你们家年猪杀没了？杀了。杀了呀？那么早？就弄起来了嘛，顶到围起也是会点火，亲手会点火粮是吧？猪哥陨落了。变年猪了，那个挖看起确实很麻烦了哈。你还招呼着点挖，你不然就把它一下挖烂的，也就卖不好的。哦，要卖好还要一整根的。要稍微破一点皮呢，都还问题不顶的。哦，要挖出来了。它再那么红的要有这么粗才卖得成钱。哦。你再细的还就卖不成钱的。哦，还有那个讲究啊。葛根呢是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植物，只要你不连根拔起，留一截在土中，它就会继续生长，甚至会缠绕着树根，把树给缠死喽。大爷作为一个老葛人了，为了生态健康，既不能连根拔起，更不能令其肆意生长。后来发现这玩意儿药用价值极高，还能卖钱，所以割葛根还成了一个技术活。这个可能是个5-6斤。5多斤。这就是葛根啊，就这么一根。像红烧的哈。我操这是开始就有点苦，这紧到嚼到最后它就有回味，它最后就是年轻的。跟黄连一样苦。多嚼的火它就是甜的。哎，对啊。
它吃到后面呢，那个甜味出来有点像那个地瓜儿。你们这晓得地瓜儿不？要得有啊，我们这。这种不是自己摘的哈。啊，不是的，这个是自己野生的哈。哦，他自己长的，所以它的这个含量甜味，它就吸味就高嘛。那个当小零食吃还可以啊。啊，那吃到后面，那个粉面出来之后有点甜味，真的很甜，一点苦味都没有了。对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个味道吃起来还可以啊。哎，我找你称点要得不？是。哎呀，这我们这个山区嘛，你说是卖嘛，也只卖这东西。你称那么点点儿，吃什么东西啊？给你送一转。该啷个是啷个。你屋子在哪里哦？我的屋就在这旁边那旁边。哦，就在这旁边那边下去。哦，你还忙好久啊？这是随听个人的心情。个人心情。想挖多少多挖一盒，不想挖就玩一盒耍一盒。好嘛。给你送一点，我家里还有。不能这么说。该啷你挖那个辛苦，我该啷个哈。没事。那走你屋头去嘛，我帮你背被兜。那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我帮你背被兜啊。不，我自己来。好嘛。呀，今天天还有点冷呐。我们高山地区嘛，还没下雪，就是好说，那是下雪还火车些吧。呀，小狗，别叫，小狗。在家里去做，去喝点茶着。要得。哦，那个也是挖的葛根呐。这个也是葛根。哦，好冷呐。进来我们做烤火。要得，哇。喝茶喝。好，哇，你们那个烤火炉还有点特色啊。我们这红纸就是烤的这个火呢。哦，这个烤火炉还有点特色。这个凳子，好多地方都有这种凳子。云南那边我记得也是这种。这应该是有一个地烟囱啊，口子在底下的，然后气儿就从这边就沿着这个外面就出去了。你好多岁了？我70岁了。70岁了？也看不出来啊。70岁的时候我该叫你爷爷才对。你这个身体好。也不算挺好的啊。你们的姓啥子哦？我这姓雷。姓雷。你叫我小白就行了。我叫小白，我姓简。本想着继续开着车往山里走，但是大爷说里面那个村子早就搬迁了，加上人生地不熟，又正好遇见了这位老爷子，还重新认识了葛根这道药食同源的宝贝。我想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咱就和大爷好好聊聊，指不定这位大爷就是我的有缘人。哇，他这儿摆了这么多葛根出来是干啥？我拖到山下在加工厂去卖。我那个恁个粗一个啊！我去，那个还算小的啊！哇，这一根葛根应该有10-20斤吧？这根有20斤。20斤。你到我里面去烤下火，我下去了就算了。要得嘛。啷个点不上火了？点不起了啊？因为这搞不显到。恁个嘛，我拿个车装起送得下去不？我帮你送下去。那怎么要得哦？哎呀，没事，我帮你送下去。要得，可以。哟，那个，还真的有点重啊，他那个。完了，这个车，没事儿，小问题。你来指路，我找不到路。哎呀，就在里面，离你们那儿还是很近哈。哇，这么多葛根啊，这里。我去，这山路有点难开呀。来，我来帮你拿。有好多斤嘛？52公斤。52公斤。52公斤。104斤啊！还烤起火了啊！走。好。104斤啊，1块钱一斤，也就是104块钱。是现金还是微信啊？他问你现金还是微信？这是搞现金结账。现金哈。等一下在这结现金啊，好吧。那老人家有点实诚啊，他们一天搞这么多，你看这里全是葛根，这里边也全是葛根，这还能搞个厂，这个生意还能做可以啊。你们那个一天要收好多啊？大概10多吨吧。10多吨？我的乖乖，
你们平时拿的葛根就是在那儿卖点儿的，10多吨，那你这赚钱了，老板儿。挣点加工费。整点加工费。葛根最后搞到哪去？精加工的时候送到金酒厂里嘛。你说金牌啊？对对喝金酒那个金牌。对。哦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，一股清香的味道哎，有一股地瓜的味道。它跟那个红薯的味道有点像。啊，对。烘干的时候啊，它那个味道。哦，打成丁丁儿。打成小班丁嘛。哦，这个可以啊，搞个厂，自己挣钱得了。它那个是搞的啥子？这是我们葛根切了之后，怕它氧化，用山泉水把它泡一下。哦。做出来颜色就漂亮一些。哦，我去，这里还堆了这么大一堆葛根，这个不会是你一天收的吧？2、3天收的吧。2、3天收的，这么多？这娃20多年有没有挖到那么多哟？他不知道哈。哦，有那么多。它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啊？它的土质不一样，颜色就不一样。哦，这个它不影响它的品质。金酒公司的质量标准是8公分起步的粗的，要年限长的，它的含量才高。哦，像这个要2头聚齐，取中间淡的部分，清洗之后切片切丁。那这种有多少年了呀？这个葛根的话，大概7、8年了，应该哈。10年左右吧。10年左右。对，10年左右。这种是属于老葛了啊。对，老葛根。哦，葛根粉的那种葛根是用哪一种啊？葛根粉做的是粉葛。粉葛。我们这个是柴葛。柴葛。药用的这个是。药用的。哦，我还头一回了解到有这么一个，这个叫啥，也是一个行业了。原来这玩意儿在我们老家漫山遍野都是，干脆我回去也搞个厂啊！可以，挣不挣钱啊，老板？可以养家糊口，可以养家糊口。对，说的我都有兴趣了。我老家那边也是土地富硒的因为我听叔叔他说这边土壤是富硒嘛，恩施这边哈，对，所以这个葛根里面它也是含的有这个硒元素。我们恩施是世界硒都，世界硒都。对，听了他们的介绍，我更是长了见识。像这么粗的葛根要长最少8年，如果更粗的葛根呢，至少要10来年，甚至20年以上。更离谱的是，1年要收几千吨。看来葛根确实是宝，不然需求量会有这么大吗？我去，这个这么粗！对，它这个葛根是因为什么长得光滑漂亮啊？是因为我们恩施的这个土地含富硒，土地松软肥沃，所以说它长的葛根大光滑。有的地方它是这个石沙土质，它长的葛根就是坑坑洼洼的，哦，这样子。那个葛根质量不行。这个还这么粗？那还有几个大的？还有更大的？看那上面呢。我去，这都长成树了呀！这一根都几百斤。这种要卖的贵一点吗？还是怎么的？价格都是差不多的。价格都是差不多的。对，价格差不多的。一年那个仓要高多点哦？大概3000吨鲜货左右吧。3000吨鲜的？对。我去，干脆我到我老家去搞个厂，真的能挣钱。这个用量比较大，1年都是上万吨的这个用量，中药用。那你们主要是给谁啊？主要是给那个金牌公司嘛。主要是给金牌。对。我去，叔，我在外面等你哈。好，你忙完了出来找我。好了哈，我只是送大爷下来了解一下，我比较好奇，我不卖葛根啊，只是了解一下这些知识点，看一下。确实，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葛根这玩意儿可以做生意做得这么大啊！跟着大爷在加工厂了解完以后，算是彻底颠覆了我对葛根的认知。来了一趟恩施，也算是学到了一样东西。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大爷对我说，家里用葛根炖了排骨汤，让我去吃个晚饭。我寻思着，这不正合我意吗？于是就开着车继续把大爷送回到了山里。是要准备弄那个葛根炖吗？好嘛，挺好吃的。我正好可以尝一下那葛根炖出来的鸡汤啊，是什么样的味道啊？哎，整排骨啊，弄那个葛根炖排骨啊。哦，那个城头人没吃过那个哈，找你小那个菜帮帮来吃干啥子？你任何人不是啊，对头，可能丢在路边以为是菜帮帮哈。你这一片我尝哈儿来，又尝点来。对，尝点。先苦后甜，这个葛根教会了我。它泡一阵，
汤色就是那个样子去啊？啊，粉嘛，它里面有淀粉。哦，有淀粉。然后那个汤也不扔，直接倒进去。啊放个几片就行了呀。啊，放个4、5片就够了。它喝的是汤啊。喝的是汤啊。啊，精华都在汤里面。哦，哇，上菜了，哈哈。哇，哇，现在就在等这个了。这个味儿确实很香哎，我算是头一回吃那个葛根炖的排骨，很好吃的。哇，好香哦，真的好香，好香啊！对，尝一尝这个葛根炖排骨汤，看看是什么样的味道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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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有一股甜甜的味道在里边的。柴格炖出来的排骨汤，按理来说是有一股苦味的，没想到如此清甜，就连排骨肉里都融合了这股清香味儿。冬季的恩施大山里，冰凉刺骨，喝着汤，吃着肉，顿时身上暖洋洋的。这样的小汤锅，在这样的环境中吃的我是心里美滋滋的。清炖哈。本来它这是药食养育的东西，哦，你就不能翻辣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尝尝那个排骨。香嘞！你们那边的猪是那种黑毛猪吗？还是白毛猪？白毛啊。你们是哪民族？土家族。土家族。哦，炖这个葛根的味道，确实它是不一样的。那味道确实可以。这个小锅炖出来，吃的真的很好吃。很多兄弟姐妹们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吃过，我估计极少数人有这么吃过的。泡茶喝，清肝清肺，哦胆热，那就好处多。那个可以泡酒喝哈。泡酒喝啊，当茶喝啊，开水泡到这边泡了喝。哦，打点汤泡在这个饭里面吃，这味道不一样的。光用这个汤泡饭，你就可以干饱，可以吃一晚上嘛。再来一块这个鸡肉啊，你给我烧大点，烧大点，烧大点。谢谢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叔。我也要继续汤泡饭。这个葛根汤啊，泡饭格外多吃一碗。哈哈，对头。我加一块这个能不能吃啊？这个能吃，能吃。我尝一尝。严格来讲的话，那个是树根哈，它算是树根还是葛根？果根？它不是属于树，它应该是豆科，也不一定。树，它比树根长得长。它竟然还苦，那会儿都把你做成汤了，你竟然还苦啊！多吃一点有好处。吃多了也不好吧？哎，野生的哈，不存在。我都干了2碗呢。所以说我好奇的点就是，它为什么没有把那个苦味儿给煮到汤里边？汤里面只有清甜味儿，煮在汤里面的葛根呢，然后你再捞出来再嚼的时候，它又有苦味儿，苦完了又甜啊！请回答我。那就是先苦后甜的。对，喝了2碗汤，然后再干了2碗汤泡饭，你就知道这锅葛根炖排骨的分量了。其实我曾经吃过葛根，见过葛根粉，但是对我毫无吸引力。今天这么吃过以后再见到阿姨做的如此简单，就能如此美味，这对于不会做饭的人简直就是一道福音食材。来，叔，这里还有2瓶酒。哎呀，你拿起，要过年了，算是一个新年礼物啊！烤会儿火，太冷了，你们这里。那个葛根的功能，你讲说太阳化，就是今年是75的人了。从小吃到大的葛根哈，硬是看不出来呀，75的人呢，真的硬是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牙齿掉几块。牙齿嘛，但是你看整个精神面相那些，你看不出来。有些75岁头发白完了，整个脸，你看他皮肤还
光滑的，麻烦你们了哈。吃到那么一顿，算是开了眼界了。我真的是头一回晓得那个葛根还有那种吃法，那都麻烦你们了。我那个天要黑了，我收拾起走了，我都下山去了啊！太谢谢你了，这帮你们太辛苦了。哎呦，举手之劳啊！开起车又不是走路哈啊！我说叫你们玩啊，你们也忙。我就不在这儿住了啊，然后我们收拾下山去了啊。好，走了哈，叔好。也没得么子好送的，我们山区给你们送点果根，拿去回去熬汤。我是开玩笑的，我只是体验哈都行了。这不客气的。要得嘛，那我都收起嘛哈，拿起回去啃树根。好，那我们都走了哈，走了兄弟哈，好，拜拜。有机会再来你们这里哈，好，拜叔哈，感谢，拜拜。好，一次偶然的邂逅，因为老爷子的热情好客，让我重新认识了葛根。恩师的景，恩师的人，就像葛根的清甜沁人心脾。因为这段缘分，也让我见到了这样的大山里，依旧有人坚守品质，把这份自然的馈赠变成了可持续的幸福。感谢金牌对本次旅行的赞助，让我的旅途有了更多可能。